然后刷个推出去。现在能听到我的声音吗？然后是这边。好，大家好，我们已经开始了今天的直播，你们能听到我的声音吗？这个如果可以的话，就说一声。然后土拨鼠老师的声音我这儿还听不到，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这会儿然后现在的话，现在看你们的声音是看到我正常的。放到的是辛格伦自己的一个直播，应该是2点开飞，所以呢，我可能还需要稍微的准备一下我的场景。还听不到声音吗？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大家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吗？我是土拨鼠，如果能听到我的声音，您给回一个1。大家好，可以听到土拨鼠的声音，对吧？好，那非常感谢，可能是老范那儿的有问题，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那大家好，这里是老范和土拨鼠杂技的联合直播。今天我们来直播这个新格伦火箭的这个首飞，已经被割的太多次了。去年的被割就不说了，今年的话也是一直在被割，今年等于割了好几次了。这次是发射还是割？这次肯定说不准啊，说不准啊。但是目前的为止呢，现在的我看到的新格伦发的最新的消息是，它的推进剂已经加注完了。推进剂已经加注完了。大家中午好啊！然后我现在应该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给土拨鼠提供技术支持，让他能把声音放出来。大家帮我打一下，老范那儿听不到我的声音，别人能听到。可以听到，2个人都能听到。哎，你们2个人都能听到，但是我为什么听不到他的声音呢？setting 一下，等一下啊，audio。哎，没问题啊，我应该有啊，但是我听不到他的声音。对，别人能够听到土拨鼠的声音，我听不到，这玩意儿咋办？等我研究一下啊。是的，老范先研究，我在这块接着说吧。这个比较奇怪了。哎，你们能够听到我们俩人的声音？对。setting audio。所以现在的话，我继续我的说吧，就是等于就是说，今年的话，本来说是新格伦火箭应该在6号首飞，那我怎么还是听不到他的声音呢？割到了10号，10号之后呢，又继续割，这个很奇怪。继续割的话，就等于又是割到了12号，然后12号后来又往后14号，然后再往后没有声音调整的按钮啊，再往后又割到今天16号，所以也已经被割了很多次了，已经被割了很多次了。哎，你们都能够听到我们俩的声音，但我听不到他的声音。这个我想想，我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来处理这个问题？对不起，我给老范打个字，不行，让他。这还有27分钟的一个倒计时，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有时间去处理。我想一想。我先退出一下，哎，不能，这个好像是有问题的。我看看我能不能结束？我结束这个就出去了。我想想，老范是不是静音了？你能听到我声音吗？我可以。setting 声音，我这儿有声音啊，我这儿显示的是有声音出去啊。能听到我声音？真让我讲吧。
我先讲吧。那我退出一次吧，我退出一次。看看老现在好了，范这块两个声音都有了。OK， 太好了。老范先不用发那儿的那个画面，那还有20多分钟，还有33分钟发射。那它的那个画面也得到大概他写的是负20分钟的时候，他才会转播现场的画面。咱们先看那个 PPT 吧。别着急，别着急，我先把那个弄出来啊！我先把这个复制在这儿。希望今天可以早发早睡。是的，是的，谁都可以顺利的发上去。谁都希望他能够早发早点发射，大家都是这样。好，我先搁在后头，然后对 PPT， 然后是好的，不要着急啊，新格伦开。打开 PPT 了吗？没有，稍微等一会儿，他要稍微的转2圈。你那个大家都在说什么？这次发还是割，对吧？大家都在担心这种事情，因为我们俩早上起来，我早上还真的是4点，就是本来是设了一个4点45的闹钟，结果被你4点20拎起来了。是啊，我看到第一消息我就得赶紧告诉你，那个今天不发射。对啊，所以早晨的这个直播改到明天了。行，咱们抓紧时间吧。早上那个是星舰的直播，咱们现在先赶紧来说新格伦的。那今天是新格伦火箭的首飞，尽管一搁再搁，但是今天开始我都以为不会再发射了，后来都出去办事儿，结果的话，我突然看到那个蓝色起源在它的那个 X 上发推说推进剂已经开始加注了，我就赶紧通知老范说可能还有，所以的话就大概它的这个加注是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1点钟已经结束。那现在属于一种推进剂补充的状态，因为低温推进剂加注进去之后就会不停的挥发。下一页吧。好。然后这个新格伦火箭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左侧的就是这个新格伦火箭和它的一子级的状态。那么它也是有这个有点像这个009号火箭，也有这个支腿然后它的支腿的这种形式呢和009号火箭不太一样。它的支腿的展开宽度明显没有这个009号火箭那么宽，所以它的这个对垂直降落的时候那个稳定性要求控制能力就要求更高，因为你支腿越宽，你的稳定性越好。那新格伦它们既然没有这么宽，所以它的要求应该更高。整个这个火箭的高度是320英尺，就是差不多98米。那它的一子级大概高度是57.5米。然后待会儿咱们能看到它的二子级的那个整流罩的高度最少大概得有20米左右，所以它的二子级的长度大概10米到12米之间。我们看这个在新格伦火箭的旁边有它这一个黑色的，这个是它的第一型火箭，就是新谢伯德火箭，这个明显要比它小多了。然后对，在右侧的这3个就是最右侧的这是土星5号火箭，363英尺，就差不多是110米这样的一个高度，最大号的。然后对，然后中间这俩，这个就是009号和重型猎鹰，它的高度都是70米。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整个的这个推进剂的推力，火箭的总推力。那新格伦火箭这儿写的是4.51百万磅，我算了一下，大概是1750吨左右。那比旁边比这个重型猎鹰还稍微小了一点，小了一些，对，大概是小了1/5左右吧。应该把星舰拎上来比一比。
它本身就不是对标星舰的，待会儿咱们能介绍。这是大概是这样子，它的运载能力也是对标，也是对，基本上是重型猎鹰这个水平。对重型猎鹰这个水平。所以好。对，它的推力没有这个重型猎鹰大，但是它的二子级使用的是氢氧发动机。而这个新格伦火箭、那个什么重型猎鹰的二子级和这个猎鹰9一样，是这个使用的是液氧的甲烷发动机，所以的话，新格伦火箭在发动机的比冲上，二子级上明显有优势。下一页了。大家可以看，我刚才说，先看这个新格伦火箭最顶部，你看它把一个这个新谢伯德火箭整个给搁进去了。就说明它的整个的这个载荷舱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新谢伯德火箭的这个长度是18米，所以它的整流罩内的这个货舱的长度，我的预计是超过了20米左右。所以我预计它的这个二子级大约的长度是在10米到12米之间。那从这个看右边这一块，先看下面。下面能看出来，它的这个一子级装了7台这个 B14发动机。这款发动机呢是一款液氧甲烷发动机，待会儿咱们可以再做介绍。这个发动机我简单的说，它的推力大概相当于猛禽2代的水平。早期的时候说它的推力是235吨，现在呢说它是250吨。根据新的数据啊，因为它的推力它那儿给出来了嘛，前一张幻灯片已经看到了。所以我算的大概是250吨，相对应的猛禽2代的这个推力是230吨。然后呢，这个 B14的这个发动机的重复使用能力是按照50次设计的，猛禽2当时早期的时候是按照这个20次设计，所以呢这个 B14 起步还是比较高的。另外 B14 发动机虽然新格伦火箭是首飞，但 B14 发动机不是。去年的进行了2次火神火箭的发射，那这2次火神火箭发射呢，使用的都是这个 B14 发动机。未来这个研制火神火箭的这家公司 ULA 也很可能会被这个蓝色起源给收购，所以的话大概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再看上面，上面的话就显示了这个2台发动机，B13 发动机，这个呢是B3U 发动机。B3U 发动机是在倒计时停了，停到20分50秒，然后不动了，然后上面写了一个 hold。对，没事儿，他那应该是在做这一些检查。行，那我们继续。那个大家不用太担心，那应该是在做一些检查。然后这个二子级的这个 B3U 发动机呢，是在刚才的我们看到那个新谢伯德火箭的这个B3发动机的基础上改进的，它是一款这个氢氧发动机。那大家看过我节目的人基本上都知道，氢氧发动机最大的特点它是什么呢？它是推力比较小，然后比冲很大，也就是说它不太适合在这个大气层内飞行，但是在大气层外飞行的时候，它可以非常节省燃料。所以这也就是我刚才开始说的，就是说从这个优势上来讲，二子级的深空运载能力，它应该是要高于这个抱歉，重型猎鹰和猎鹰9的二子级和重型猎鹰的二子级的，这就是大概是在这一块。那么我们往下看，下一页。行，那这次发射的话呢，它的这个本身它这次发射的它的不是说是像那个只是携带一个假载荷或者是什么，它这次还是比较接近真实的，带了的是这个叫做 Blue Ring Pathfinder 蓝环探路者这样的一个载荷。蓝环卫星的 Blue Ring 呢，本来是亚马逊的，就也是贝索斯旗下的，然后这个准备和星链卫星展开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卫星星座系统，未来也是要发射上万颗的。那这次直接就带着蓝环来进行发射，那这个是比较让我惊讶的。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屏幕右侧的这一块啊，这有几个轨道参数，
远地点参数是19300公里，近地点参数是2400公里。等于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做火箭首飞的时候，一般都是打一个，比方说300-500公里高的轨道，而这次它直接打了一个长椭圆轨道，这也充分体现了这个蓝色起源对自己火箭的自信。我估计这也是建立在就是说他们那个 BE4 发动机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而 BE3U 发动机又是在已经试验了20多次的这个新谢伯德火箭的 BE3 发动机上改进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蓝色起源等于在这个首先入轨这一块给自己定了一个比较高的目标。蓝色起源给自己定的比较高的目标，它应该是把火箭飞到2400公里，然后把卫星打出去以后，卫星再加速是吗？卫星不加速，就火箭主要就靠火箭给你把速度拔到那儿，你是可以打到火箭拔到那儿，然后到2400公里的时候把它扔出去。对，但是你速度必须很快，不然呢卫星爬不到19300，就等于你得打到，不仅要打到那儿，而且你要有足够的速度。这一点的话，它也是要依托于它的氢氧发动机的这种升空能力。要靠第二节发动机啊。对啊，然后呢，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左面。最后的这次这个就是说，等于一子级分离之后，一子级要是回收的。现在呢，蓝色起源的那个无人船早就过了这个巴拿马运河，然后到了墨西哥湾的预定位置，准备回收。前几次蓝色起源的这个发射的推迟呢，也是有很多原因，都是因为这个海面的回收区域的这个天气不好。所以这次按照预计一子级也要回收，我估计这个的回收的也是因为，蓝色起源已经有多次的新谢伯德火箭的这个回收经验，所以他们比较自信。所以在这次首飞中最重要的就是2点，第一点就是它的这个载荷，它发的这个轨道不是普通的一个简简单单的近地轨道，而是一个长椭圆轨道。第二个就是它的一子级是要测试在这个海面上回收的，用无人船回收。我们知道猎鹰9号火箭首飞是2010年，它的第一次回收成功是2015年，期间用了4年时间。那蓝色起源等于是一下就想跨步走，就想大概是这样子。对，行，往下来。这个怎么说呢？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头，就是所有憋大招的都要死。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画面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么左侧的这就是想象的这个一子级回收的时候的落在无人船的这个图，右侧的这个就是它的新谢伯德火箭，那么真实的在这个地面降落前的一个画面。然后到这儿呢，我大概就正好前面没介绍，就介绍一下这个新格伦火箭的这个大概的规模。尽管现在网上没有它的数据啊，但是可以通过它的起飞推力啊等等的这些推算出来，包括它的载荷，我推算它的这个起飞重量应该是在1200吨到1400吨之间，大概是在1300吨左右。前面说了，它的高度是98米，直径呢是7米，底下一子级上装了7台 BE4 的发动机。那它的这个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呢，目前公布的是45吨。我们知道猎鹰9号火箭，重型猎鹰火箭起飞重量呢大概是在1500吨左右，然后它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大概是63.8吨。所以新格伦火箭本身它这个规模是要远远大于猎鹰9号火箭。猎鹰9号火箭的直径只有3.7米，高度是70米，所以要远远大于它。然后运载能力的话，相比于猎鹰9，相当于是2个猎鹰9在一子级不回收的情况下达到的水平。而新格伦火箭呢，它却可以就是说在1级回收的情况下，如果也能达到45吨的话，那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跨越了。但是新格伦火箭它本身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新格伦火箭大家仔细看，老范要不然往前面翻2下，翻2页 PPT， 3页再翻1页。我们注意画面左侧这个下部灰色的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呢实际上是那个灰色和白色结合，我们可以注意到白色这个就是新格伦火箭的新一级的主体，它的直径是7米，但是下面这个灰色的部分呢比这个白色的稍微要粗一些。实际上它等于是在它的这个新一级的外面套了一个支腿机构。那这个支腿机构套上去以后，它才可以有这个支腿，它等于采用了一种模块化的设计。但是采用这种设计之后，就造成一个问题。我们看这个重型猎鹰火箭，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什么呢？它的2子级上面都没变，它只是把下面的1子级旁边又捆绑了2个这个猎鹰9的1子级，形成的重型猎鹰火箭。但是新格伦的这种总体布局就会造成它很难捆绑助推器。如果要是把也捆2个新格伦的那个1子级在旁边的话，就布置起来比较困难，不是说不可能啊，就要克服很多的难度。所以新格伦火箭的话，本身从我的感觉来讲，它的扩展能力可能没有猎鹰9号火箭这么强。那咱们回去，像猎鹰9就是重型猎鹰这种捆成3个上去，它最后3个都能回来吗？看你的载荷，你的需求了。如果你的载荷不是很大，或者是轨道不是很高的话，就可以回来啊，都回来啊。这3个都是可以回收的。对啊。它是一起回收还是分别回收？怎么叫一起？它分离时间都不一样，先分离的是2个助推器，后分离的是那个助推器先分离了，然后回来就可以回收了，然后再把中间这个大的再回收回来。对，再过几十秒，那个什么1子级新1级才分离。这个确实是可以拼积木拼的比较多。对，所以的话就等于是，对，马斯克的估计是推到明天了，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虽然4点多起来了，但是估计明儿还是这个点儿。咱们往下看，往下，再往下，行。然后刚才说到这个，就是说是1子级是回收的，就是这个新格伦火箭这次发射，但是我没有看到整流罩回收的消息。我们知道猎鹰9号火箭的这个整流罩也是可回收的。我估计未来等到这个首飞成功之后，贝索斯肯定也得琢磨着像屏幕上显示的这个猎鹰9号火箭的整流罩一样，也要对它进行回收。因为这个整流罩你不要小看，它尽管就是一个薄薄的壳，但是它要有很好的绝热，重量还要轻，所以它也是个高科技产品。按照马斯克的说法，就这个整流罩大概就得要400万美元呢。所以，好吧，所以相信新格伦火箭以后它的整流罩也是会回收的。再往下吧。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图呢，就是那个亚马逊的这个它是叫做柯伊伯计划 （Kuiper Program） 里面的这个蓝环卫星 Blue Ring。那这个计划呢是要就是说和这个它的功能基本上等同于现在的星链，所以应该说贝索斯这一块它基本上有全线的产品啊。就按它的规划来讲，接近于全部能够和这个 SpaceX 来进行对标。那如果未来收购了 ULA 联合发射联盟之后，现在联合发射联盟现在的火神火箭就可以对标目前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那这个新格伦火箭呢，基本上可以对标重型猎鹰。星舰目前还没有对标啊，星舰还没有。然后蓝月亮对标星舰的这个月球着陆器。然后这个蓝环 Blue Ring 呢对标这个 Starlink。我觉得呢，实际上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就我的感觉，不要觉得说Blue Origin 好像比 SpaceX 落后太多了。但是就是说，你要知道啊 ，SpaceX 现在等于一家独大，实际上是对消费者是非常不利的。一定要有个对手，要给他提供一点，给他一点这个竞争的机会。只有这样子呢，他才能够，就是说，才有可能将来会走得比较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像我们当年，我和老范那个年纪肯定都碰上了，就是当年这个微软把这个在 Windows 里面捆绑这个 IE，当时呢就和网景打官司 Netscape。
那虽然网景最后消失了，但是后来像什么 Google 啊什么的就都出来了，是吧？网景没有消失，网景还在，网景现在叫 Firefox。这个你更了解。然后他最后是拿了谷歌的钱，谷歌说来我支持你，接着干吧。这个你更了解。他们现在叫是火狐的这个基金会啊什么的，好多谷歌给的钱。哦，那火狐不就是 Chrome 的核心吗？啊不，火狐不是 Chrome 的核心，谷歌是 Chrome， 火狐是 Firefox，就是它是另外一个核心。哦，对，Firefox，对，好，咱们往下吧。大家看一下现在的这个屏幕上左侧的这个呢，就是这个新格伦火箭一子级使用的这个BE4液氧甲烷发动机，中间这个呢就是这个二子级使用的这个 BE3U 发动机。本身 BE3U 发动机它的推力在氢氧发动机里也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咱们再往下看一个。大家现在看，先看上面啊，上面左侧的这个呢是 BE4 发动机，上面这个中间的这个呢是猛禽2发动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是 BE4 发动机，体积上要比猛禽2发动机要大不少，虽然它们产生的推力是差不多的，但是同时呢，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个表格，第2列就是 BE4，那第3列就是猛禽。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我这儿的表格还是老的那个数据啊，235吨，现在根据最新的数据应该是250吨了，还没更新这个。然后我们来看呢，这个推重比，最下一行的推重比，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 B4 发动机在这个推重比上比猛禽要差了不少。B4 发动机只有75，那猛禽是143。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等于还差的比较远吧，就是说在发动机这一套的技术上还是差的比较远的，蓝色起源这一块。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第1、2、3、4第5列和第6列，就是 BE3U 发动机和这个 RL10A 发动机。那我就不拿它和猛禽真空比了，猛禽的真空版比，因为猛禽真空版的话，实际上作为一个上面级发动机，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可能你作为总体看是很好，作为总体星舰来看很好，但是如果把它只看为上面级发动机，它并不是很好。所以我拿 RL10A 呢，这是美国最成熟的一款这个氢氧发动机，这款发动机也用到了 SLS。Block 1包括 Block 1B 和 Block 2未来的 Block 2上，然后也用到了火神半人马座火箭的这个半人马座上面级上，用的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 RL10A 它的推力只有10吨，而 B3U 它的推力就是 78.6 吨，它推力是很大的。然后比冲的话略逊于这个 R10A，但是也还可以了，445秒在氢氧发动机里也还算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它的工作时间啊，包括比冲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比冲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所谓比冲呢，就是说在这个消耗单位推进剂产生单位推力所能持续的时间。换句话说呢，就是相当于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说，我用同样的速度开，这个看谁开的距离远，消耗同样的油，看谁开的距离远。你可以大概是这么理解。了解。所以就是说，比冲大了，对于这个，特别是对于这个大气层外飞行的，比冲越大越好，因为比冲越大，比如我们去火星，比冲越大就越省推进剂。但是对于地面，我们要离开地球，所以推力越大，推重比越大就越好。而火箭燃料这一块正好却又是反着的，就是说比冲越小的推力越大，推力最大的是就单位重量里面推力最大的是固体燃料，但它比冲最小，等于正好是反着的。所以就是差不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从这张图上我们这样基本上能看出来，就是说是SpaceX 在发动机的这个技术上还是非常领先的。然后另外一点呢，可以体现到今天，我们注意到星舰还是这个猎鹰9号火箭起飞前的加注呢，大概也就是个1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他们的加注量都不小啊，特别是星舰那个一子级要加注3000多吨推进剂的。但是也就在1个小时就完成了，而今天的这个新格伦火箭的首飞是从10点钟左右就开始加注推进剂，到下午1点钟结束，那基本上它的加注时间是3个小时，这个是加注的推进剂量还没有星舰大，所以的话可以看出来 SpaceX 的这个推进剂的快速加注上已经是取得了真的是突破，这项技术是全球绝对领先的一项技术，这是6一块。咱们到时候明天星舰的时候也可以看，我可以再看星舰的那个推进剂加注要多长时间，都能看出来。对，好，往下啊，这是这个 B14发动机的这个试车台，他们也经过了很多试车，所以的话，蓝色起源能够就是说比较有信心，应该也就是在这儿，所以他才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这么高的目标。发射的就是轨道卫星，既然又不是通常的轨道，然后这个还要一子级回收。对，我记得国内经常讲说这个发射后边这个一个一个的光环或者光的这个斑是要数数，数的越多越厉害，还是什么意思？没那回事儿，那是马赫节，我只要离得远就可以。当然也和排气速度有一定关系了。但总的来讲不大，那叫马赫节。因为经常说，哎，你看中国的战斗机后边也有这玩意儿了。只要是高温燃气，你超过了声速都有。就是你的压力够了，温度这个速度够了，就都有。这个总要给粉红们一些这个总要给粉红们一些这个可以吹牛的地方。对，但是这些东西我总觉得就是说你脱离现实，这就有点骗人的意思了。是。好，那我们继续。对，这个应该是最后一章了吧？实际上就是给蓝色起源这些自信的，大概我觉得主要就是2点。第一点就是说是一子级它敢直接就尝试回收，主要呢就是它的新谢波德火箭有过20多次成功的回收经验。那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敢发射直接带这个 Blue Ring Pathfinder 就基本接近于真实载荷了。然后我们当然明天的这个星舰也终于敢带接近于真实的载荷了啊！明天的星舰的话，看咱们的直播，到时候看我可以给大家介绍，它要带的是这个 Starlink 的这个有可能是 V3版的模拟星，也是比较那什么的了，也是比较强的了。只不过它的释放高度呢，还是应该是在200公里左右的高度，250公里左右，差别是这样子。所以那些模拟星会很快的就到坠落到地球上坠毁了，大概是这个意思。那说到这儿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呢，就是火神半人马座火箭。所谓叫做火神半人马座火箭呢，应该是大家这么理解：一子级就叫做火神火箭，2子级现在看看有没有别的消息，是不是有取消的信息了？对，看一下那个什么。这边还是在等候的25。看一下那个 X 上面有没有说取消了？如果没有的话，对，我继续说啊。然后这个火神火箭呢，它的一子级不是也是使用的是 B14 发动机吗？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是这也是新格伦火箭的这个主发动机，所以的话，这些能够给蓝色起源这些自信，把它的首飞的目标就定得比较高。当然，蓝色起源他自己也在推特上说我们这次发射以卫星入轨为第一目标啊，那个以这个一子级成功回收是辅助目标，所以卫星入轨了，我们就算成功，大概是这个意思。行，我在推特上现在没有看到，然后
这个有人说这个取消了，是在哪儿看到的？跟我们说一下。对 X 上没说，对，没有取消，这个我觉得还是再继续等吧。那肯定是继续等。我上次的话等了3个小时呢。可能这位朋友并不是很习惯航天发射，所以的话他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我参加过几十次航天发射，这种推迟的现象还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是这意思。行，基本上我的 PPT 应该给大家介绍完了，咱们看看其他的吧。对，这个里头正好我还有个疑问，就是它的这种长椭圆轨道，因为下边特别低，上面特别高，它从2400一直到19000，这种轨道就让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你像 SpaceX 的轨道的话是550公里有1584颗，然后1001到1325公里的话有2825颗，然后340公里就特别低的地方呢还有7500颗，这个它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的，那怎么到这个谁这儿就变成这么大穿插？而且这种穿插的话，它最低的点实际上都要比 SpaceX 的最高点还要再高。就是说，它实际上就是这主要是看你的整个这个星座系统的构架。未来的星座真正构架成功之后，肯定是有低轨的，然后有高轨的，有中轨的，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轨道都有。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说它本身走一些长椭圆轨道，这都没有问题，主要是看你的这个构架。就比如我们的这个，它这种长椭圆轨道是不是它如果发上去了，或者说也像是这个 SpaceX 这样发这么密集，比如几千颗卫星扔上去的话，那是不是中间这一段大家都没法使了？不是这样的，它不会发很多的卫星都走这个长椭圆轨道。它会分成几组，有近地轨道的，就有走圆轨道、圆近地轨道的，有走圆中轨道、中地轨道的，也有走长椭圆轨道的，它会是这样。然后你说的那个不会走、没法走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跟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样啊，你得那个什么呀，你得自己规划好啊。这种东西的确有点先到先得的意思。就人家在那站着，你不能开车撞上去。对，但是你比如说像马斯克的这个，他在340公里的位置上放了这个7500颗上去，那是不是别人就没法再在340公里这个位置上再放了？或者说那你为什么非要在340公里放呢？你400公里不行吗？就是它这个每一层之间要差多远？20-30公里吧。20-30公里就可以再来一层。对，或者是就是说它还得看就是前后距离啊，你要前后距离能达到50公里的话，50公里到100公里的话，那你就和它同层也没有问题啊。你算一下地球4万公里的周长，然后再算上去比4万还稍微多一点，你算算这能布多少星了？所以国内的那些很多说法根本那就是煽动矛盾。对，因为国内总说这个它跟我们的空间站然后很近了，然后这个调整轨道，然后要撞到空间站了，这个不是经常在讲这个吗？有的时候的确有点危险，但是没有国内说的这么多，大部分的都是在煽动矛盾。就是它这种其实就是天上的地儿是很大的，对吧？就是虽然在可能同一个高度上，但是估计你举着望远镜你也看不见它。对啊，你像飞机不是上下大概就是100-200米的高度差嘛，几百米的高度差嘛，一样啊，这个完全都一样的，你为什么非要占人家那个呢？你不是欠吗？是，人家已经在那儿了，你非要去占。而且你未来等到大家的卫星，比方说定位精度高了，控制能力强了，以后这个上下，比方说20-30公里的这个范围还可以压缩呀。因为你星链的卫星寿命，比方说5年，5年后它是新的一批卫星再上去，它的控制能力就强了。是，因为我记得是原来那个谁，就是那个银河航天，因为我的那个朋友做的嘛，他们就讲说他们有一个能力是
到时候自己把它推到大气层里头烧掉，然后就不用再回收了，然后再打个新的上去就完事儿了。对啊，现在的卫星，国外的卫星都有这个能力，都是这个东西的。就是说，美国、欧洲的卫星都有这个能力啊，是包括日本，都要考虑这个的，因为那个是有规定的，就是国际的规定是现在早先是大于10吨的不允许不受控的再入大气层。大于10吨就不允许不受控的再入大气层，所以人家对那个为什么对这个长征5号的1子级的这个返回这么生气，就是因为长征5号的1子级实际上相当于普通火箭的2子级，它个头又这么大，直径5米，长度30-40米，然后重量20多吨，你不受控的再入大气层，很可能造成危险。是。这个咱们现在看的这张照片上，它这个火箭周围这4个塔是啥玩意儿？避雷塔。哦，避雷针。那为什么我们在 SpaceX 的基地旁边没看见这玩意儿？也有啊，可能是2个。然后你看中国的火箭也都有，也是4个。而且这个得算的，这还正好就是我负责的，让这个一个塔每个塔都可以 cover 掉，就是它那个避雷范围啊。都可以 cover 掉另一个塔，就是说从最远的塔，比方说我们看这左边后面这个塔，它的这个避雷范围正好要 cover 掉这个最右边这个塔，然后中间的火箭就是在它的重叠区，4个重叠区里。了解，这还有，但我觉得反正 SpaceX 好像没有感觉这东西这么突兀。你可以看一下，也有，它可以建远一点，然后建高一点，这个没问题。就有的时候它可以建远点，但是你要建远了就建高点。了解。那么这个是等于就是新格伦的首飞，头一回。因为我刚才去做封面的时候，甭管是准备找贝索斯的照片，还是想找新格伦的照片，都很费劲，因为新格伦以前就没有嘛，贝索斯也确实是没有这个叫做那么多，不像马斯克那么多照片在外边飘着。是啊，这老头还是稍微低调一点。这有哥们儿说4座宣礼塔。对，这不是清真寺。清真寺叫宣礼塔，对，这不是清真寺。是。这个国内一官方技术负责人说，中国现在搞的航天飞机技术高于美国的航天飞机，肯定会成功，也是未来的一个方向，请评价一下这个说法。这有什么可评价？他说高就高呗，是吧？对啊，我不知道美国的这个技术到底高到哪儿了。我们大家都只能看到美国的技术的这个目前的，就是说所处的公开的这一部分的水平。反正他是成功发射了135次，有2次失败，然后把可能上好几千吨的载荷送进了太空。我们现在的哈勃望远镜啊什么的，还都是他给送上去的。结果现在因为没有航天飞机了，哈勃望远镜坏了都不好修，都没法去修，不好去修。大家要不然急着赶紧造出来，再想办法怎么样能再把宇航员送上去修哈勃太空望远镜，想继续观测深空呢。要不然的话，以后我们都没有那些那么美妙的太空照片都没有了，那就是人家的航天飞机的水平。我们现在的比人家晚了这么长时间，然后到底技术达到了什么多少的话也没有对外公开，所以他们说先进就肯定是先进了，对，是吧？这个毕竟没试过嘛，那这个咱们任何质疑都是造谣。对。前面是龙飞船把一堆宇航员接回来了，但是好像波音上去那2个还是在上面飞着呢。波音上去那个应该是那个库9飞船把它接回来，应该是在今年2月份以后。那龙飞船上去接的人跟他们是在同一个空间站上吗？是，但是没有你不能，人家都是排好班的，
那个库9飞船当时当时就说发射的时候说要带这2个 Starliner 的宇航员下来，就专门送上去的时候就只送了2个人，人家那个也是定岗的。好吧，所以在国内就是看啊，你看他们不行了，对吧？一波一波接回来，说这俩哥们儿还在上头呢，一个老哥们儿，一个老姐们儿。哎呀，我觉得他们还是说句实话，挺关心人美国的哈，那事儿关你毛事儿啊！是关你毛事儿啊！他们现在这个蓝环卫星，应该这也是第一次吧？这上头现在有在飞的蓝环卫星吗？蓝环卫星以前好像用阿特拉斯火箭打过几颗作为试验。但都是试验星，这次也是嘛，模拟星或者是试验星。蓝环卫星曾经用 ULA 的火箭打过，就是去年还是前年，我看到过那个报道。老范，现在显示时间还有20分50秒，那他说的是20分钟的时候，现在是29分，现在显示时间是23分07秒。你那个慢了，你重新更新一下。我现在这显示的是20分38秒，20分36秒。对，哎，我很奇怪，就是我这边放别的直播的时候，就好像放着放着它就慢一点，放着放着就慢一点。那就不知道了。它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暂停。如果要是这个的话，它可能很快信号会来了，到时候信号来了，咱们就可以把现场信号切过来，对，然后就注意声音就行了。声音我已经听了。行。咱们看看这个现在在上面能够商业使用的，是不是就只有 Starlink？对，商用的应该就 Starlink， 就是说提供这个互联网服务的。是。这个，哎，他这边好像开始换这个什么了？对，换成一边大羽毛了。来，他现在说的是20分钟，发射前20分钟会给你提供现场信号。还有20分钟哈。有朋友问明天星舰是几点？明天星舰的发射时间可能是6点钟吧，然后它的窗口时间很短。也像咱们今天发射的这个新格伦火箭呢，它的窗口时间是3个小时，就是从下午2点钟一直到北京时间下午5点钟。但是这个星舰的这次发射，它的窗口非常非常短，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也就是6点，北京时间大概6点钟到7点钟，就这么短的时间。这个跟大家说一下。所以，星舰的可能不用像咱们这次等新格伦这么辛苦，发射不了，人家就早就告诉你不发射了。但你就是早晨这个提前一会儿，你告诉我取消了。我知道。是，哎，像这种就是它这个窗口时间是咋算的？那有很多很多因素了，包括这个天气。如果你要和太空对接的话，还包括别人的这个飞行器的位置啊，等等这些，然后包括回收啊什么的，等于大家各提我要什么时间，然后最后把它 cover 下来，cover 起来就可以了。但是你像它这种实验的话，按道理说应该比较宽松啊。相对来讲宽松一些，但是它也要考虑到发射区的天气、观测数据，然后遥测那个信号是不是好，包括这个太阳黑子啊什么会不会有影响，这些都要考虑。然后也要考虑它还回收的话，还要考虑回收的。然后发上去之后，它可能对载荷还有一些测试，那些测试也要考虑进去。了解。所以就非常复杂，这相当于就是说，你办一件事儿，然后比方说你做一个项目，大家提要求，然后你想把这件事做好，就等于你要提供一个把所有要求都 cover 的条件嘛，对吧？现在他那里美国时间是他这个那边发射场的时间是早上是晚上？晚上，它是天黑的。对，它和咱们差12还是13个小时，13个小时吧，可能是。这是晚上，这是估计是看到这个什么了。还有17分钟30秒发射。哎，你说放个卫星，放个火箭下边才2000多个赞，
这也挺丢人的。当然，你先说，你先聊会儿，老范。我我现在可能要找一个东西，我待会儿发给你。行，我待会儿要通过这个 Discord 发给你。我这台机器上没有 WeChat。就是它的那个，我这块得到一个它的一部分飞行时序，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可能忘了给你了。你先跟大家聊。对，明天上午是星舰啊，这个今天是这个什么？今天是新格伦，是贝索斯的飞船啊，贝索斯的火箭，然后上面准备发他们家的蓝环卫星，还有16分钟就准备扔上去了。像我们凌晨5点起来看星舰，就是它准备发射的时候也是白天，这个下来的时候也是白天。对，它就是专门为了大家观看方便，然后就选择了那样的一个时间。是，等于它就是专门为了大家看着方便。这个土拨鼠是在这个坡县啊，跟我们的时差是一样的，跟北京是没有时差的。老范，麻烦你看一下你的Discord，Discord 上面是不是有一个时序？有，如果有的话，把它这个调出来。等一下啊，然后来先把这个停了，然后。这样，下载，打开方式，OK， 这里，走你，对，放大点吧。大家请看一下啊，新格伦Blue Origin 没有像这个 SpaceX 一样给出特别详细的这个飞行时序。那我后来找到了这一点儿，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看到起飞后3分23秒，二子级发动机这个点火。我估计看新格伦火箭的这个外形呢，它应该和009号火箭一样，采用的是冷分离，星舰是热分离。知道它是冷分离，冷分离就是先是1子级发动机关机，然后1、2级分离，然后2子级再点火。所以根据现在我们知道2子级的点火时间是3分23秒，那大概倒推10秒钟左右吧，就是关机分离，1子级关机和分离，大概就是在那段时间。然后呢，到这个我看看啊，3分49秒的时候，那么它就会抛整流罩了。这个时候的高度呢，就已经越过了卡门线，就飞到了100公里以上。然后呢，到了7分这个17秒的时候，是这个1子级的这个载入大气层的这个 intraburn，re-intraburn， 在这个是。然后呢，大概是在8分52秒的时候开始这个1子级的就是蓝丁 burn。9分28秒的时候，1子级按计划应该是降落在无人船上，那这是咱们第一个重要的看点。第二个，然后呢，12分钟的时候，12分51秒的时候，2子级的发动机会进行第一次关机，然后2子级带着那个 Blue Ring Pathfinder， 那么会依靠惯性进行飞行。在其中13分51秒的时候，这个载荷会开始加电，但是这个咱们看不出来什么，我估计啊。然后到了57分42秒的时候，2子级发动机会进行一次短暂的点火，这有点类似于就是009号火箭发射这个星链卫星也有这样的类似一个动作。
做短暂点火，这个短暂点火可能就是要把它提到这个椭圆轨道去，然后到58分的时候，这个2子级的这个发动机会第2次进行关机，然后到1小时59分的时候，它这里面写的是这个等于就是Stage 2 Operation Maneuver， 我估计是他要做一些什么一些演练，要相应的一些演练，估计是不是释放卫星啊什么的。今天的这个蓝色起源，它最后会直播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那我们只能往下看，大概就是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整个这个任务的持续时间呢是5小时50分58秒，就这样子。行，咱们换回来吧。换回来。等一下啊，等我把这个那边还有11分钟。好的 ，remove。然后 stop， 走你，又 hold 了，是的，11分03秒，又 hold 了，又 hold 了，对，又 hold 了，也没准 hold 就拉倒了 ，hold 就 hold 了吧，我觉得恐怕就是差不离就是这样子了。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这种事情在火箭发射的时候真的是挺常见的。我记得就是说，大家是不是看过那个For All Mankind Season 1那个为了全人类第1季，那里面不是在讲说是当时那个背景设定是前苏联先登月了，然后美国就急着追那前苏联。那美国在第1次登月前的时候，就是等于宇航员已经在那儿了，马上要执行登月任务的时候，休斯顿这边的地面指挥大厅里，他那个现场指挥当时就 hold 了那个时序，倒计时就时序，然后给大家讲了一段话，鼓舞大家的士气，然后呢再把时序往下走。所以这个 hold 在我们的航天发射里是一个正常流程，就是差不离是这样的，它可能是出现了这儿，也可能是临时鼓舞士气啊什么的，有点什么事儿。有人问说这个白天发射跟晚上发射有什么区别没有？白天发射和晚上发射对于火箭来讲没什么区别，我们只是看窗口哪个好就用哪个，不管白天还是晚上。白天发射估计看的人多一点。对。然后的话，以前我们的航天发射就中国的航天发射还特意挑晚上，为啥？就是为了不要让太多人看到。好吧。这个总是有很多小心思哈。对。说有人问说，为什么国内飞船发射基本上不延期呢？应该也延吧。国内发射，我说不太好，就是说延期它可能是好多现场的因素。国内现在比较成熟，你像国内的飞船发射的话，你基本上对标应该对标猎鹰9号火箭。猎鹰9号火箭现在也基本不延期，而本身新格伦火箭的这玩意儿，这是一次首飞啊！首飞的时候，我觉得延迟难道有什么问题吗？是，这还是在这儿冒着烟呢。对，这个冒着烟呢，就是有一些推进剂。它这个，因为我做照片的时候，我也看到，就是它这个火箭旁边有一个灰须须的东西，跟这个火箭差不多大的，这是个啥玩意儿？这是一个起束臂，它的火箭是等于是在厂房里是水平的总装，1子级和2子级对接。对，2子级在那个整流罩再和载荷和整流罩再和1子级和2子级形成的组合体对接。对接完了以后，水平的运输到发射场，然后再把它立起来，然后在发射场准备发射。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像猎鹰9号火箭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总装发射流程。但星舰就不一样，星舰是垂直着，等于它的1子级就超级重型助推器是垂直的给运到这个发射台这儿来的 ，Maxilla 这儿来。然后2子级也是垂直运起来，然后用吊车把它吊起来，直接在发射工位上把它组装好。这是另一种模式。它这个旁边这个灰的东西在发之前是要挪走吗？还是就这么发了？不挪走。在早期的时候，猎鹰9早期的时候，这个灰的这个起束臂，我们叫它起束臂，
一般呢是先倾倒15度，然后在发射的同时，这个起出臂继续向下倒，这是一块，或者就不动了。再早是不动，然后后来呢变成继续向下倒，然后现在技术好了，中国也一直想做到这个，可能我没注意啊，现在是不是这个天兵啊，或者是蓝箭已经做到了，就是这个发射的瞬间才倒下来，发射的瞬间才倒下来。这个看技术，你做得好的话，就可以火箭点火的时候你再往下倒，做得不好就早点倒。我刚才看到这个影像上面，它四周有几个这个点的天灯，就跟这个炼油厂似的东西。那是啥玩意儿？那就是有一些推进剂给它引出，在那块引燃的，就是还原剂。一样，就是防止在这现场发生爆炸，防止发生爆炸，是一种安全措施，跟炼油厂、跟那个煤气田什么的都是一样。是炼油厂就是到最后烧不掉的，然后到最后把它点掉嘛，点天灯点掉。对，这个有人说是33分41秒了，现在又往后延了。倒计时重新倒，没事儿。对，但是你像他这种是不是也会突然往前跳一段？我没碰上过。只要是延了，就永远是往后啊。因为它实际上是这样的，实际上是说是现在比方说出了一个问题，对吧？比方说然后呢，咱们商量好了怎么处理，老范，咱俩商量好了，然后呢，商量完了以后，最后有一个结论是我们从哪个时间开始再继续往回走。就是再继续，比方说我们现在商量好了，到15分钟的时候出了点问题，我们现在来处理，商量好了，处理完了以后，我们说那我们从-30分钟往回走所以的话，那-30分钟以后的这个是不变的，这个流程完全没变，所以的话它就不会可能提突然往前跳，突然少一段是不会的，只能是一点点往后退。对，是。对，因为我刚才查了一下，这个蓝色起源公司目前对外公开的投资人就是贝索斯自己，其他的好像就没有什么人再去加入这个事业。他到目前为止呢，其实也没有怎么挣到钱。对，应该是他这种玩法和马斯克不太一样。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贝索斯搞蓝色起源是把蓝色起源当成一个传统的航天企业来搞。当然，它的要相比于传统航天企业，实际上它的进展已经很快了。就是说，这是我的感觉非常明显的感觉。相对于传统航天企业，它的进展已经很快了。但是马斯克是把航天企业玩成了互联网企业，你明白吗？是，等于马斯克是把这个航天企业玩成了一个互联网企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就不一样了。马斯克，而且的话，他通过这种方式，他真的就等于找到了一条可以就是说持续发展的路，他真的摸出来了。对，是的。所以这就那个什么，比较厉害了。是。实际上他这次这个倒计时再推迟也没什么嘛，相当于发射推迟1个小时。还在走，就是说还是这个什么呗，还是准备放呗。对。刚才后的好像是在等一个什么船。没注意听，是不是在等那个回收船那块有点问题？有可能。对。像这种，如果要是比方说回收区突然发现了一条船，就是比方说回收海域，突然发现了一条船，也会引起，就是一条外面的船不是指这条回收船，那也会引起它发射推迟的。是，有人误入了这个回收区域，也会引起它发射推迟的，所以这还比较难说。船只侵入对 ，Rabbit 不是已经说了吗？有个船进入了那个区域，是这意思。如果有船进去了的话，得把那个船给轰走。
但是你像它也是挺长时间的一个，就是飞上去也要上1个小时以后才能下来呢。没有啊，8分钟啊，啊，8分钟啊，后边那节其实就无所谓了。对8分钟，那这个只要8、9分钟就是在下来了。一定范围之外就可以了。我还记得以前小时候学课文说中国发卫星去回收的时候，发现美国的船只就在旁边等着捞水，还是等着折腾什么事儿，然后我们又如何英勇地完成了任务。我觉得是这意思啊，就是说人家的有来等你的回收是有可能的，有可嗯能，但可能性不大。为嗯，什么不大呢？它是因为人家都不知道你预定的着陆地点是哪儿，你就嗯算是你那个什么飞个20分钟、30分钟过去，对吧？1万多公里就出去了，但嗯，是人家船要开这个，哪怕开个50公里、100公里，那得要多长时间呀？人家嗯，怎么能够到你的着陆点附近呢？这个，你是公但我印象里，开一下。我小时候就学过一篇这样的做课文的。是啊，但是你比方说啊，老范，就假如你嗯，是这个本次的实验的这个指挥，然后你要对外公布这个将来的这个可能降落的这个区域，假如你是是啊，你会不会把它画的宽一点呢？这个会啊，但肯定会啊，但是这个不一定别人听你的呀。不是，人听不听的话是一回事儿，人家我不听你的，比方说第三者他不听你的，那他也有可能偏得很远，人家怎么可能正好就在你那个点儿呢？是是是，但是这个就看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了。就这嗯，种故事一听就可以了，是是是，就听的感觉挺舒服。哎呀，好勇猛，好英勇对，啊！我也你在这不用去追个美丽的究他的破坏下，我又赢了。啊，对你不用去追究他的真假，就跟那个什么老爷爷讲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是一个概念的。嗯，是就人家的确有可能正好赶上一次，不可能老嗯赶上。是，抱歉啊，我那个我放一下，我离开一嗯，两分钟，哦，好吧，老范，没问题没问题。嗯。马斯克能代表美国的制造业吗？感觉除了他，别的都不能打。马斯克呢，应该肯定属于制造业里头比较有声量的一个啊，就是比较容易发声的一个。至于其他的，你说这个，当然我们所熟悉的 IT 产业里头，美国基本上是空心化了，对吧？这个就算是英特尔他自己那个代工厂啊，不叫代工厂，就是芯片的这个制造厂，现在还是苟延残喘的状态。其他的可能各种的福特呀，或者是这种就是底特律还是应该有一些制造业，而且美国钢铁的产量其实也不低，虽然比中国差很远吧，但还是有一些的。本世纪人类有机会飞出太阳系吗？这个我觉得做这种预测的意义没有那么大了，对吧？咱们稍微耐心一点，因为现在发现的好像就是在飞出太阳系之前，有一个区域会有非常大的这种热量聚集吧。这个至于我们的这个飞船怎么能够飞过这个区域，现在还不知道。周围住的居民很多，船也很多啊，这就是降落区域是吧？提前公布了降落区域了，这个要等呗，肯定会画大一点，这个没问题啊。这个通用福特、通用电气、洛克希德马丁，对这个，当然这些就没有那么大声量哈。抱歉，又去放水了，被发现了。老好吧，范感觉好好吧，疲惫啊，这个也是今天最近，
因为昨天是上午10点开了一场，然后呢，今天早上起来就我只要一早起就会状态很不好。这个明天晚上的直播估计够呛。这个如果明天早上做了直播的话，晚上估计是够呛了。啊，如果明天早上做了直播，明天晚上就稍微歇一下吧，我也得歇会儿了。我也觉得最近有点累。我现在发现这个赶这个发射直播实在是太累了，因为它没准儿。对，24分，24分钟是慢慢看看。咱们要不要看看现场？你看有什么有趣的留言，咱们可以跟大家一块儿聊。直播时间出乎意料，点赞没关系。什么传的，那都是借口啊，都是先公布了。这个我觉得不好说吧，这种事儿我们还是不要每件事都阴谋论，好吧？就像中国人可能使用大量资源一直关注朝鲜光明星发射一样啊，朝鲜现在到底发展成什么样了也不知道。它发展成什么样，实际上也无所谓啊，它爱发展成啥样发展成啥样。这个他还要给我们做陪衬嘛？这个你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自己过得不是很好的。对，回收区域这么大，大海这么空旷，只有规划的人才可能真正知道降落地点。咱们的故事很多都是为了自己人歪歪的，好吧？ Rabbit 说，他这次是落在哪儿啊？啊？他这次是落在什么地方啊？墨西哥湾。对，咱们也可以派船去啊。对啊，咱们肯定可以派船去啊。对啊。这个马上1月20号，川大统领上台，就要可以改叫美国湾了，对吧？是这个地方吧？对，他爱叫什么湾叫什么湾。是美国制造业代表性的应该是波音，但是波音这几年真的是不怎么样。对，他这底下写了嘛，他们在等待一艘这个闯入的船，这底下please stand by 下面不都写了吗？就是有条船进入落区了。是，直接给它砸那儿就完了。你像他们这种回收船，这个有人给他们上保险吧？我还真不清楚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讨论回收船的时候，还没讨论保险问题呢。但是对啊，因为那玩意儿我觉得挺危险的，这上保险得给他收多少保费啊？是啊，不是啊，回收船是无人船，首先。那个船上没人吗？没人，远程遥控的，是无人船。所以的话，我们当时的时候就没考虑到说什么保险的事儿，就是最多就是把船不要了，公司承担了。对，是，也就是你要做这个，你公司的话就得承担。是。有人问美国人用小红书是用 VPN 吗？还是可以直接连？可以直接连啊，就大量海外华人实际上都在用小红书。非常非常多。新加坡这块儿，比方说我去哪儿玩，然后有那儿的朋友，就是比方说去马来西亚、去泰国啊，就我在新加坡这儿就直接有这样的朋友。然后我就说比方说有去槟城的，正好就家是槟城的，然后我说我正好要去槟城，你给我推荐一些吧。然后邦基小红书发过来了，然后我费了半天劲，然后赶紧再下一个小红书，然后再看。好像华人用的挺多的。对，我是5点起来了，我实际上是4点20起来了，然后呢，可能又晃吧到可能6点多又接着睡着了，睡到7点多给大家放节目。就是我那期节目本来是前面录好的，准备礼拜5放的，结果一看今儿不发射了，我说那把它放了吧。对。老范，我觉得你以后就得这样子，你得先把它预定是放，然后直播前看到真的直播了，然后把它取消掉。这个都顺延一天。
你看我今天已经把明儿要放的节目录好了，如果明儿早上发卫星呢，我就不放，到礼拜6放去；如果明儿早上不发卫星呢，我就明儿把它放了。对，我也是，今天早上一看那个不发了，我本来把明天发该播的节目直接给调到今天发了，就是今天我那期讲木星的节目。是，所谓热量聚集是热量高，但是密度极低，这是什么东西？没注意他前面的话，他可能是在说，不知道他前面讲的是什么，这种有时候没头没尾的就不太好念了。说说格栅舵和异形舵有什么优缺点吧？山格舵它首先的优点实际上它是刚度大，它的刚度非常大，就是说你可以做比较剧烈的高速的时候做比较剧烈的摆动。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它的这个，就是说我们所谓这些舵主要是为了控制飞行姿态，所以舵主要要看它的这个效率，就是说相当于气流控制效率。那相对于像新格伦火箭它这种普通的老式就是传统的这种舵面，山格舵的控制效率要比这个传统舵面要高，所以它比较适合做高机动的这个飞行器的这个控制舵。一般像是你看空导弹上用山格舵的就很多，空导弹上用的就很多，所以就是说 SpaceX 等于主要是利用了它的这些优点。但是山格舵它相对来讲也重量也大一些普通的舵面的话重量会小一些，对，但是它强度低，然后控制效率没有这个普通舵面好。没有控制舵面没有山格舵好，没有山格舵大。就这种文章都是一言假文章，在中小学课本里啊，中小学课本里的假文章是挺多的，这我知道。特别爱幻想，后来技术允许，也许黑洞什么这个，我觉得还是留给幻想吧这部分。早起有 debuff， 血量上限跳50%，绝对的。是啊。星舰计划北京时间几点发射？应该是明天早上5点。我不跟大家说了吗？明天早上6点钟发射，不是5点，老范。6点了哈，那可以晚起一会儿。大概应该是6点钟，然后发射窗口时间是1个小时，就6点到7点嘛，大致是这个意思。那待会儿我们再去把这个放完了以后，再去改时间，因为原来好像计划的是4点播。5点播。对，到时候再去改呗。不行，把时间稍微往后调15分钟。是。周围酒店都住满了看发射的人。你们在佛州吗？佛罗里达州？这次发射，这是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吧？应该是在那儿。那你就在那儿附近了，那太爽了。对，为啥前面有一堆火？刚才讲了，那就是个点天灯的地方。对，就是因为这里面有大量的推进剂液氧甲烷啊，那么多甲烷呢，你想想，是那个甲烷将近700-800吨，600-700吨，差不多是这个水平，400-500吨嘛，400-500吨甲烷的水平，多大的？但是你像我们总觉得好像星舰发射场时候，我也没看见这个火炬，要么就是白天没注意。它可能就是建的比较远啊，肯定也有，肯定也有。边上的火炬把泄露出来的燃料烧掉，是这样的。对，这个黑洞的这个我们就不研究了啊。为什么别的火箭发射都没有天灯？是不是都有啊？什么叫天灯啊？就是旁边那大火炬你如果要是没有火箭，那就不用嘛。没有火箭就不用，然后。那个如果要是氢火箭的话，你装的是液氢的话，有2种情况，更多的一种情况是人家觉得氢比较贵，所以把它回收了，准备再用。当然你要经过很多的这个复杂的环节才能够再用啊。但是甲烷它便宜啊，
你的那个你在过滤的时候的那什么，你还不如直接把它排掉、点掉，更便宜、更省钱呢。是，这个大家闲着点个赞啊！对，这个油管上能中文说这个的说清楚的没几个。谢谢啊。还有一个是哈利，哈利是谁？哈利好像是个不知道是在美国还是在香港的人。我感觉他说话的口音有点像香港人。还有一个 YY 神话，90年代银河号在海上航行 ，GPS 被美军关了，然后就迷航了。这个有这么个故事吗？我不知道，我好像听说过，但是 GPS 不可能关，人家 GPS 信号单向的，你只能收卫星的信号。你要关了的话，不光是银河号迷航了，周围海域那颗星那几个4颗星下面所有的这些船都迷航了。是吧？因为这个国内前2天是出了个特神的事儿，我忘了是哪个汽车公司了，然后没有给那个做刹车软件的人升级啊，就没有给人付钱，然后人家就到那一天就直接把他们那个给关了，然后那一天的话，那个车的刹车全失灵。对啊，关键是你美国要有这个技术，能够就是说单关你一条船的这个 GPS 信号啊，那你也就不要再去和美国争了。我估计100年内你都做不到这点。对，是不是中国夸美国呢？打捞了啊？你这是损美国还是夸美国？有保险。对，土拨鼠是有料的，是的。所以说现在更难去打捞了，洛区有不明船只，发都不发。梦幻联动，把重量级的 Tiny Fu 老师也邀请过来啊，他现在是回到天津了，前2天去广州去转了一圈。贝索斯自己还是有钱能赔得起，对，他是比较有钱。还有20分钟啊，现在还有12分钟。12分钟，对，我看到倒计时也是12分钟。对，正在等一个任性的船只离开。这也不叫任性，反正基本上怎么说呢？我们以前也碰上过，因为我们以前叫做清空安全区。清空安全区。土拨鼠在哪关注啊？它这个名字叫土拨鼠札记，你可以在油管上搜一下。一顿饭都做好了，还没发，这很正常啊。退货险，这个退货险前面聊过啊。明天星舰会播吗？会，今天都已经起了一次了，那明天再接着起呗。飞出太阳系啊，对，这个飞出太阳系，刚才我想说有一个热量聚集期，对，因为那个是在现在我们好像发的什么东西，在太阳系边缘发现那个地方有一个热量聚集的一个区域，然后呢，现在到底能不能自己飞出去还不知道。没这回事儿吧？旅行者1号、旅行者2号都飞出去了呀？没有，好像是走的那个地方碰到了一个屏障。那个屏障在哪儿？旅行者1号、旅行者2号已经飞出了太阳的光球层，就是太阳风都到不了的地方。但是我忘了是在哪个文章上看的，好像是说有一个东西在那儿，回头研究一下。行吧，研究一下。我估计这又是个fake news。没有，这个好像挺多地方在讲这个事儿的。航天中心里大厅有一块山格垛，好吧。今天最终会发射嘛？只要没发之前，我们都是在等。对，人家那个温度高密度，第一说的是太阳系外面的那个高温圈，没错，电离分子温度几千度，但1立方公里没有几个啊，好吧，那就可能还是能出得去的。这个是不是评论太多了啊？佛州对，天那么黑，能看得到回收吗？
佛州天那么黑，肯定看的效果不好啊。所以的话，那个什么呀，那个马斯克现在为了让大家都能看到效果好的话，他专门改了发射时间，就害得老范得早起了嘛，是吧？是。然后是马斯克的猎鹰是在德州，对。马斯克的星舰在德州，猎鹰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只有星舰现在是在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州，而且星舰今年下半年可能也会那个在佛罗里达州的发射场可能也会建好。也放啊，这个人类为什么内耗？这个我觉得千万不要想着说我们一起干大事儿啊，集中力量干大事儿，那个都是我党能干的事儿啊，别人干不了这个。咱们还是上帝都不让，想干嘛干嘛比较好。对，想干嘛干嘛是最好。对，夜鹰酒也有很多是夜里头回收的，也能看得到。是这个肯定还是能看到一部分。甲烷不就是天然气嘛？天然气的成分很复杂啊，甲烷就是沼气，沼气这玩意儿咱熟。对，咱熟。对这个蓝色起源有类似 Starlink 的项目，就是叫蓝环卫星。Blue Ring。蓝环卫星。你也说它是蓝色起源的，也不能算是对。Blue Ring 准确的说呢是这个亚马逊的，但都是一个贝索斯的下面。对。哈利是台湾的啊，好吧。台湾的。台湾银。银河号确切是被美国干扰了，不让他走。这个回头可以研究一下这事儿。蓝色起源也接了卫星发射任务，他们现在给人发卫星吗？恐怕会有一些，我估计会有一些。想关注嘉宾的频道，搜索关键词可以关注，谢谢。是的，就是如果要找的话，就找这个叫土拨鼠札记。对，我这里应该对，应该很多人都来过了。问题是船上现在都还有6分仪，况且90年代根本不会有迷航的可能。他是这个意思吧？就是说是，如果说是什么干扰了 GPS， 我别的不说啊，干扰 GPS 什么的，那个就不可能。关掉 GPS 那绝不可能。是干扰掉 GPS， 你还有6分仪呢，那。GPS 真正投入到这个民用的话，应该是得到90年代中后期的。90年代以后，那你之前人类不早就开始全球船到处跑，溜达来溜达去了？对，对呀。这个刹车失灵这个事儿呢，现在是这样，就是他这个车厂自己肯定是不承认，但是呢，他这个车厂的车呢，确确实实是在同一天大概前后1-2个小时的范围内。大量的出现刹车失灵，然后现在呢，网上的传言是因为，他们其中的某一项软件升级没有去付费啊，但是这个事情因为他自己厂商不承认嘛，所以，你就当我们是讲故事好了。这个是银河号事故是时候 GPS 都没有开始启用啊，没有银河号自然对嘛？我觉得那时候可能都没有。是。土拨鼠是我收听过的少有的把航天和天文知识2方面都讲得很透彻的，很厉害。今天飞得成吗？还有6分钟。对，星际拓荒啊，有机会去试试。呀，里头不有人吧？不，没有人。这个是第一个那个宇航员，那个新格伦，这就是格伦，那个就是第一个美国第一个进入太空真正进入太空的宇航员。谢波德只是进入了亚轨道，这个格伦是第一个真正进入太空的轨道。好吧，银河号检查是真的，这个没问题，真的是检查了，而且没发现东西，美国人扫码打眼都滚蛋了，这没问题。但是你说什么关信号什么的，那有点开心了啊！这个银河飞船部分什么时候可以回收？因为明天会做一个实验吧。是马斯克说过，如果星舰7飞做得好的话，那么8飞可能就用快德加
七飞它这次应该有点像星舰超重的四飞的时候，它做了一次模拟的那个筷子回收实验，然后四飞的超重，模拟的时候它的降落精度达到了这个5毫米，着陆精度达到了5毫米，所以的着陆偏差的是5毫米，所以的话决定五飞的时候这个回收超重，五飞就回收成功了。所以七飞的时候，如果这个模拟的这次筷子回收也做得很成功的话，有可能8飞，很可能，这是马斯克说的，加了8飞就要这个进行筷子回收。说卫星飞到特定区域可以关啊，也能够修改明码啊。现在大家使用的是这个 GPS 解密方法给大众使用啊，这个精确的军用的是锁定的，是这样。但是这个如果它一直使用的是民用的话，那这个其实是没法改的啊。对，关键问题是你飞到那儿，你不可能为一条船改，你一改，其他都改了，都关了。而且这个 GPS 就是你同时需要接到一堆星的这个信号的才能定位的，你不是找到一颗星就定位的，最少4颗嘛。对，一般我们能收到的比较好的就在海上啊，这样的一般收个8、9颗星不成问题。是，刹车这个事情还能 OTA 升级。这个我不确定它最后哪一部分要升级，但是它应该是受到 OTA 的一个影响。这个以前程序员大神约翰卡马龙也搞过一段时间火箭，后来也是烧不起，又回去写代码了。哎，这个在美国其实你在车库里搞个火箭并没有那么费劲啊，就是小一点的还是可以搞的。因为原来我们还去看过这种项目，就是在这个银河航天起来之前，他们去考察过，包括欧洲航天局一些离休或者叫离职人员做的这个项目，当时我都看过他们的商业计划书。在国外想做小火箭是比较容易的，火箭没那么复杂。我那阵儿不是想教大家做火箭吗？老范给我制止了。这个刹车这种应该是隔离的啊，但它是这样，就是从现在报道的来看呢，不是刹车没了，而是刹车助力没了，就是你踩不动它了。就是刹车在，但是刹车助力和助力泵扔这个东西挂了。还有2分钟，我们就准备飞了，太冷了。是这个我看过一次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载人飞船，就是联盟号的火箭和联盟号飞船发射，倒计时30秒的时候还退出了发射了。这个禁航区应该会向船只 GPS 或者是 AIS 发送信息，应该会有一些信息在那儿。不发肯定发，但是有人不听，对，你知道吗？有人他就是不听。这样烧掉多余的甲烷，不是会加剧全球变暖吗？哎，这个我觉得就别想太多了。这个牛打个嗝还一堆甲烷呢。对，放个屁也一堆甲烷呢。是。请问涂老师如果可控核聚变实现了，我们的飞船最快可以达到光速的几分之几？哎，这个我觉得这个人家算过，大概就是说最快可以到光速15%。就有人已经算过了。回收船的卫星信号用的是不是星链的这个？星链，你指的卫星有很多信号，有些信号我相信它肯定有很多信号要通过星链的。是，比如上网。太阳风边界，对，应该是这个东西啊。为啥火箭？NASA 那个什么，那个旅行者1号、旅行者2号就已经飞出了太阳风的边界了。好，为啥火箭有很大的排气的声音？那你不排气，这玩意儿咋喷啊？更主要的排气的声，你可能是听到实际上是供配器系，就供配加注系统和供配器系统的，不一定是从火箭上发出来的，是它那个系统都在发射场上。是。好，还有40秒，我们把这个关掉啊。还有40秒。30。呀，看着下边是在干嘛？放水吗？
对，喷水。星舰一飞还记得吗？都毁成什么样了？一般不见还是喷水吧？对，而且噪声很大，最主要是。7、6、5、4、3、2、1，冒火了。对，发动机已经点燃了。好，离开发射台了。注意，起出臂躺下了，看到了吗？起出臂开始倾斜了，刚才那个角度。是。对，那它这个等于就是一边点一边倾斜。对，一边点一边的倒，一般都是这样的。发射了，离开发射台了。估计也是在它应该比猎鹰9号火箭和星舰晚一点。我觉得它的推重比，火箭的推重比可能没有星舰那么大，它可能1分多一点会达到这个声速，还有那个 Max Q。我觉得做这个演示的信息屏幕，这个比他们还是差的挺远的，比 SpaceX 差太远了。看这不就马赫杰吗？是。每个发动机一个，7个这个就马赫杰，下面还有。那至少是这个发动机都着着呢，没有像星舰似的灭1、2个。星舰那太多了，这灭一个估计就飞不了了。是。啊，我们现在看它都是英制的，现在还没有到音速。是。我这短时间换算不过来，得600多啊，差不离现在的是音速了，现在差不离是音速。看不到了。没事，飞出镜头了，切换一个，现在应该已经超音速了。现在应该是这种黑白的，是不是就是红外的这种镜头了？对。待会儿就会就应该是一子级关机。是。我估计应该是在2分10秒左右，2分50秒，不3分10秒左右吧。3分10秒左右的话，一子级会关机，然后1、2级分离，然后在3分23秒的时候，这个按照它的飞行时序，应该2子级会点火。就是我们看看这个一子级能不能回得来吧。对，8分多钟，这个时间并不长。但是下面还有好几个动作呢，1、2级分离，然后抛整流罩，这些都是关键的点。有朋友问那个 Max Q 是什么，我待会儿解释啊。我们先看一下，现在一切都飞行正常。对。应该很快就要一子级就要关机了。希望我们能看到一子级关机的画面，大概还有10秒钟左右的时间。转播画面还是要差很多。这个比这个谁还是比 SpaceX 差很多了。对，差太多了。这是2子级的一个什么？1、2级之间，这个摄像头放在1、2级之间，在2级的尾部，这是2个喷管。2子级发动机点火了，大家看，2子级发动机已经点火了，就1、2级已经顺利分离，2子级已经顺利点火。冷分离的还是热分离的？肯定是冷分离。它因为要热分离的话，1、2级中间就得是得是镂空的，知道吧？它现在看不出它镂空来，那就肯定只能是冷分离，要不然你那火焰全憋里头了。是。下一个就是我们要看整流罩了，3分48秒左右，现在应该已经整流罩分离了，只可惜直播画面我们看不到。对。整流罩分离已经确认。刚刚的这个背景音已经说来了，整流罩分离也已经确认。有人去捞这东西没有？那就不知道，应该有吧。嗯，那下面我们的一个关注的点就是这个
现在它关键也没有画面，那下面我们主要就关注8分50秒左右这个蓝丁贝尔，那时候应该一子级已经载入了大气层，然后应该红外的这个遥测系统应该能追踪到它。然后来看，目前呢，我看它这里面没有用这些好多这个信号，就最少星链的信号应该基本上用的很少，能够看出来应该用的很少。是。就是如果想在这个时候再播出来，就应该是有星链信号才行了。有星链信号，还有一部分是可以用遥测信号，但是遥测信号它可能不愿意提供给你。是，所以的话，就是那什么了。所以我们就稍稍等待一下。那趁这点时间，我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最大动压点。实际上就是大家理解那个音障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为什么说它是个音速障碍呢？就是指飞到音速附近的时候，会碰上你的压力会很高，就是 max Q。是，这个时候就叫 max Q， 最大动压点，就是这个意思。是，在这个位置没有第一视角，没有姿态，然后发动机状态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但是我们现在老范现在注意啊，它的飞行姿态好像和它的预计轨迹有一些偏差。不是偏差，这是两个，上面那个白点是二子级的飞行轨迹，和原预计的轨迹是相符的，然后蓝点是这个一子级要着陆的这个轨迹。下的画圈就是船是吧？对，下面画圈那个就是船。啊，那等着吧。没有这个直播肯定比 SpaceX 还是有些地方需要改进的。哎，我觉得现在美国的各个网站里头，亚马逊也算是最丑的一个。现在他那儿 intraburn 也是 re-intraburn 也是正常的。是。7个发动机同时点火，对这个。对，火箭发电结构成立最大的时间，对，就是那个最大动压点 max Q。都被马斯克惯坏了，是的，就是对，没错，你们都被马斯克给惯坏了，我觉得也是。我们原来不要说这普通观众，我们坐在指挥大厅里，也就只能看到那么点数据。作为普通观众能看到这些不错了。这是不是马上就该开始去着陆了，去开始收了？现在应该很快，这个 re-intraburn 应该是结束。好，要开始。你看它要关机，点着了吗？不是，这已经点了，早就点着了，它一直在点着呢。已经那个什么了，应该是已经是再次关机了。哎，怎么这个视频不动了呢？没事，是它那个信号的问题。对，它信号的问题，因为像这时间还在动。它信号的问题。那就是 re-intraburn 已经完了，下一个就是蓝丁 burn 了。对啊，蓝丁 burn 的话，应该是在8分52秒左右。那么就我们再等个30多秒。对，它实际上是分离了之后，它有一个进入大气层的时候 ，intraburn 主要作用相当于是给它减速，然后调整飞行姿态，然后到一定时间，那么它就把这个发动机全关了，靠惯性走。然后到大概8分52秒的时候，它这最后的蓝丁 burn 会开始最后的减速，最后的调姿态落到船上，马上就应该会蓝丁 burn 了。这个是值得去看一下的。这上头还有人说这个等了这么久就让我看动画。9分了。对。那它到底是落下来没有啊？不是，落下来要9分半左右。那新的点火这个蓝丁 burn 没给大家看。对。现在可能蓝丁 burn 有点问题，有可能是有问题。因为这边也没听到信。要没点着的话，这个底下船估计也跑不了。
可能是1级的数据不动了。对，1级的数据这块现在不动了。9分50秒，马上10分钟了。那它到底是回收成功了没有啊？恐怕1子级的这个回收可能没有成功，然后现在还是，但是2子级现在飞行是正常的，所以我开始不是说嘛，那个 Blue Origin 一直在说它的这个主目标是入轨，主目标是入轨，是，嗯，这个估计是挂了，挂了。咱们不用那么紧张了。下面一个就是12分钟，就是说大概1分钟之后要有一个这个2子级，看它是不是正常关机。如果要是正常关机，然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实际上我们也没什么可看的，就是可以聊一聊。是，对。说2级也在掉高度了，不正常了。你看看这数据是什么情况？这些数据我看不到，它应该要把2个数据要放在一起来显示，它没有理论数据，但是现在它的高度一直不升，的确是不太正常。我在听现场他那儿说的。15000英尺。就是说好像目前还可以，还在往上走。对，目前还可以，那边还没爆出特别大的异常来。然后这是在这底下这个是发动机好像关机了，2子级发动机还是按照预定的这个程序关机了。对，是这个贝索斯还是差太远，难怪和马斯克和好了。这个我觉得这样，就是他现在有能力或者有这个决心去干这件事儿，就是咱们去嘲笑他，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对，实际上你不用去那个什么，你就看他只要坚持干下去，他只要没放弃，他就有成功的可能性。是，终于知道为什么半夜发了，快了看不着。这个不要这么讲，不要这么讲啊，这个是不对的。哎，你看人家在鼓掌了。他们现在这个鼓掌等于第一次就是第一个目标就等于实现了。就是说我们一般发火箭也是1、2级分离，整流罩分离，然后呢到2级火箭的第一次关机，就算第一期目标就完成了。然后第2期目标就是它的第2次点火和第2次关机，如果再正常，最后把卫星送入轨。如果他把卫星最后也送入轨，就算它的主目标就已经完全完成了。所以他一直强调1子级的回收是一个次要目标嘛。因为没有看到光头啊。这是现场，在佛州海岸边上那个现场，那群人在户外。前面那个在演播那个什么发射指挥中心里，他也没有看到光头啊。那就不知道了。贝索斯可能不像马斯克这么愿意出镜。
是他确实照片少。对，所以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说后面那个会怎么样吧。我看到刚才有朋友不是打出来2级入轨吗？你可以说他这次算就是入轨了，但是离他最后真正想发射的这个载荷的这个入轨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再往下看，只要他直播还在，咱们可以继续往下看。他这次的就是按照首飞来讲，就比如对，宣布入轨没问题，但是他这次的轨道关键是一个长椭圆轨道，就开始的时候已经跟他说了，所以会有一些后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动作，就达到了他现在相当于达到了猎鹰9号火箭的这个2子级的第一次关机的这个程度了，就已经对于普通火箭来讲的话，首飞是算已经成功了。了解，首次发射很不错了，是的，对，作为首飞来讲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它的这个等于载荷通电也是成功的，就说明它载荷现目前也都是好的，因为我们以前就出现过那种火箭发上去了，然后火箭发射震动太大，把载荷卫星都给震坏了的，我们也出过。这个看着这位美女还是很兴奋、很激动的。对对对，实际上真是作为首飞来讲的话，咱们现在就是刚才那句话嘛，被马斯克给惯坏了。你想想，星舰首飞是什么样？星舰首飞是4分钟炸了，是，对吧？所以你标准不能太高了。是，对，回收失败可以理解，但是转播效果这么差不可接受，会改进的，会改进的。相机也不多装几个。然后这一次干就成功了啊！这个其实就是成功跟失败不是0跟1啊，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子目标的。对对，是这意思。回收失败了，应该反正现在没有说这事儿。没基本上就相当于失败了。如果成功了，应该会放。成功。对，就没有能够成功。还是那句话，猎鹰9号火箭从它的这个首飞到它的这个在船上着陆走了5年时间。那我们这个蓝色起源，要不然我真觉得它第一次目标定得很高呢。其实大家可以想想，如果蓝色起源不公布说它第一次要回收，就1子级也要回收，然后他自己偷偷摸摸的做，大家可能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失望，有些朋友，对吧？所以对于这种火箭的首飞，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就是现实一点，宽容一点，没事儿。对，只要他后面还继续做，就可以。是这个吃瓜就等着看直播哈，这个好吧。星链直播画面，这个我估计他们下回没准就有自己的卫星可以用了。对啊，等到他的这个 Kuiper 计划 program，真的是起来了之后，人家还等着用那个呢。首飞能正常入轨就已经很好了，是。回收肯定很难啊，它必须要特别准，对吧？前面所以的话还有船在那儿。对，所以几个事儿啊，就是说，第一个是，蓝色起源是建立在它有新格伦火箭28次成功回收的这个基础上的经验基础上的，然后而且呢，这个新谢波德火箭呢，都是从100公里的高度，100多公里的高度再入大气层，然后实现这个陆地着陆场回收，高精度的陆地着陆场回收。我们中国现在的这些火箭，最高的也只做到了10公里的蚂蚱跳，
你可以把新格伦火箭就理解，新谢伯德火箭就理解成为一个100公里蚂蚱跳实验，人家做了28次。所以中国现在的在说什么我们马上就能够回收，如果新格伦都是这样子，你想想中国要走多远的路？我觉得就是现实一点的考虑就是这样的，不要低估这个难度。是。新谢伯德火箭就不停的在做这个100公里的蚂蚱跳。明天换下一个选手上场。对，我们现在连100公里蚂蚱跳还没做过呢。看惯了马斯克放烟花，看到没有炸，还不太习惯。哎呀，这个没准人家炸的是什么样的看看。黑灯瞎火，啥也没看着，让专家无处下嘴。哎呀，这个也没有了。猎鹰炸了好几次，别说星舰了，是啊。全回收不锈钢，这是星舰是确实做的比较新的理念。哎，对，那天我们还在讲这个，说到底是横着好还是竖着好？因为我们知道星舰一直都是竖着的嘛，然后它这个新格伦是横着然后立起来的。猎鹰9也是横着的，然后立起来。实际上就是说，你本身火箭的这个结构上来讲啊，横着更容易一些，横着装啊，不管你是组装啊还是什么的，都相对更容易一些。竖着的难度更大，而且从火箭的这个冗余重量上来讲，横着也会好，横着有利于降低火箭的这个干重。你要竖着总装的话，你本身就要有足够的强度，因为我们看火箭竖起来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那个 Starliner 发射的时候，当时不是出现了一个火箭上有一个阀门，然后有嗡嗡声，后来为了排这个故障，他们就是 NASA 就说我们要把整个火箭给它分解。为什么要这样呢？实际上就是因为火箭竖起来，然后上面在摞着的时候，摞接二级啊、载荷啊这些的时候，你如果不向火箭的柱箱里面充气，不把它充一定的压力或者充推进剂，那上面的这些重量是会把整个火箭给压溃的。所以为了保证它的这个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我们一般要往里面充气，就立着的时候是要充满气的，或者要充满推进剂，你才能够保证它能够承受它包括它自重在内的这些东西，所有这些都要把它就是确认好。那它平躺着的话，相对来讲，你的这个等于就跟气压一样嘛，你的高度没有那么高，所以你下面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你不充气也可以。而你在总装的时候、组装的时候，你是不太可能让它里面也充气的。所以官方确认你丢了。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立着装难度更大，立着装的干重更大，死重更大。是说失去了这个第一级的信息，大概的是不见了。就是下来实际上就估计那个船压根就没看见那个火箭在哪儿。没看见都不是问题，它关键是信号丢了。你像当时星舰这个5飞的时候，这个星舰飞船降落的时候也是船看不见。我那时候不跟大家解释了吗？5飞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第三者人称视角的来拍这个飞船落到海面上的？就是因为它偏差落点和预定点偏得太远，那个无人船都回收船都看不也不叫回收船了，就拍摄船都看不见了。都看不见了。那6飞的时候能够有第三人称视角拍到这个星舰飞船在海面上降落的，就说明它的落点精度大幅提高，我得在那块能布置这个船在那儿。所以就连着回去，就是刚才老范说这个，说我们的火箭什么人家在那儿打捞没戏，你知道那个点你都未必能都不一定能看得上。是，更不会说你不知道。这个是
是时代的进步，就像华强北也可以造出智能手机来。哎呀，这个智能手机还是要容易多了啊。那差的太远了。现在看星舰直播像看电影，各种角度是的。对啊，星舰的这个但是卖文化直播删了。真的就是看电影的感觉。嗯，船白跑一趟啊，白跑一趟总比被那个星舰砸中强，总比被火箭砸中强。这次还带了个 Blue Rain 上去。这次的 Blue Rain 是一个完整的卫星，还是一个实验载荷呀？说的是实验载荷，但是我估计是一个高度仿真的这个卫星嘛。就是说是重量啊什么的都差不多，只不过功能上可能有差别。但是它的质量特性什么的这些特性肯定是和未来的这个 Blue Rain 应该是一致的。它只是功能上有缩水。这个我们是明天早上啊，北京时间明天早晨还有直播。明天早晨，对，如果您是那个什么的话，如果您是如果您是在北美，您那儿可能是今晚5点。对，如果你是在东半球的话，应该是北京时间早上5点。5点多。我注意到他现在这个时间不往下走了，你那是停了吗？没有啊，时间是不往下走了，但是你看这是不是还在说话吗？这两人女的还在这说话呢。对，是在那儿说话，但是我是说他那边的2子级的那些后面的画面是不是不想转播了？我估计也差不太多了。因为对，他已经是3 Q， 他准备不再往后面转这个画面了，因为本来57分钟的时候还有这个2子级的再点火嘛。一开始也跟大家说，不知道它能转播到什么时候。如果能转播到2子级再点火，我们就可以再看看2子级再点火。但是针对它现在的这个画面来看，它的确它的效果要比SpaceX 要差得太远了，差很远。对，有人说是记得这次还是带了3个星链终端上去的。你是在船上，关键是火箭上呢。对，火箭上估计没有。回收船也废了吗？这就不知道了啊。人家没说，现在不知道。对，说猎鹰也是炸了好几管。对，是的。成本和猎鹰比差多少？现在没法比，现在真的没法比。这是首飞，你这个火箭我估计价值10亿美元。把研制费算进去，10亿、20亿美元，这就没法算了，根本没法算，是吧？现在谈它太早了。但是可以像星舰这样，这边放那边收，这边放那边收，然后放这个10几艘火箭，这个我觉得还挺有距离的。对啊，未来是会这样的呀。现在的等于是它这个直播就算已经完全中断了，我也不用再去使劲听现场的那个，是耳朵可以好受一些。是大概是还是炸了？我看这些咱们不用太着急吧，再晚一会儿，我估计后面这些消息都会出来。他会慢慢的说，对，现在恐怕刚刚发生不久，咱们还说不太清楚。我还在这找光头呢，没找到。对，别找了，咱们要不然看看现场哈，大家还有什么留言？是，可以把这个他这儿已经 Thanks for watching 了。是，那我们把这个关掉吧。对。他在比较这个新哥伦比谁谁大，比谁谁小，这个其实没有太大必要去算这个。比009大多少？我觉得新格伦火箭的推力大概相当于重型猎鹰的，我想想啊，大概相当于它的3/4、4/5，差别是这样的水平。重型猎鹰的推力是猎鹰9的3倍。
然后自己算计吧。是，啥事儿都是看别人做觉得容易，对，真自己冲上去，这个很多坑是慢慢要自己踩的，这个是一定的。是啊，这些坑你肯定得自己去踩。所以我刚才我不反复说，你看的那个国内一些网上什么明年我们就可以有可回收火箭了，这个新格伦这个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人家已经有28次一子级100公里高度的这个回收成功史经验了。人家也有这个BE4发动机入轨发射的经验了。然后你现在的连100公里的回收都一次都没做呢。我不多说。这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们先讲政治吧。说为什么不用大型飞机在空中接住火箭呢？你可以试试这个，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好吧，是不是因为哥伦比亚号炸了之后，就只搞火箭不搞航天飞机了？因为成本还是安全。飞机对啊回收，Dream Chaser 也在搞啊。是，但只不过是哥伦比亚号之后，大家会认为，就是说像以前的这种美国的这个叫做 Space Shuttle 的这种航天飞机的这种并列式布局有隐患，所以以后即使搞航天飞机也不会用并列布局。一级推进器已经成功降落在船上，是吗？我们待会儿再看吧，我现在看不了这个。没事，老范，要不然您先跟大家他们说会儿，我看看呢。你帮我找一下资料。对，我看一下资料。大概和 SpaceX 差5年的差距。其实啊，这种差距你不要按年算，对吧？这个大家只要在同一个轨道上往前走，这个圈子也没有那么大。有人成功了，那么大家在后边走总是要容易一些。所以在这个里头，你比如那个做原子弹还是这个第一个把它点着了的这个是最厉害的，后边的就是等于路径都已经确定了。虽然还是会有很多坑，但是路径确定了就会好很多。精度和第一节回收成熟度。蓝色起源没有说它这个一子级降落到船上，就没有再说一子级的事儿。它最后一次关于一子级的这个，大概就是说我这个一子级，蓝丁泵开始进行蓝丁泵了，只是说到这儿，应该是对，就是相当于re-entry burn 这个一子级是做得很好的。但是最后这个蓝丁泵这块，包括最后降到无人船上这块就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所以我估计大概率还是失败了，丢掉了。我觉得他像这样不是讲是丢了吗？就找不到了，信号没了。新格伦如果没有技术上的革命性突破，成本上的大幅度降低，最后就是一个鸡肋，放弃可惜。实际商用人家第一个想到的永远是 SpaceX， 所以贝索斯最后会不会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不可能让一家公司垄断这件事儿。对，你总是要有一个备份。那现在他这个估计是，算跑的最靠前的了，就是追在这个 SpaceX 后面。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就是说，不要，就是说我们不要总是去只崇拜那个胜利者，实际上后面那个追赶者也非常值得尊敬。我觉得是。这个土拨鼠是什么专业？怎么这么熟悉火箭？人家就是放火箭的。SpaceX 的含金量还在升高，是的，大家都没有停下来。有竞争总是好的啊。Win 统一天下的时候，麦克也没死。这个是对啊，就是啊，有这个竞争，Windows 啊什么的这些这么好的时候，你看看那个苹果这儿也没有死，对吧？英特尔那个什么，就是说对英特尔和芯片，然后配 Windows， 苹果这儿也没死。结果呢，我现在用苹果电脑用的还很爽。那肯定的呀，真的是很爽。
这个 SpaceX 一骑绝尘啊，现在肯定是 SpaceX 是占了全世界可能绝大部分的发射任务都是他们家的，因为它发的便宜。对 SpaceX 可从来没说过自己遥遥领先，他没做到真正的遥遥领先，真正做到遥遥领先的只是个别企业。把这个就是敢自己出来说的，也就是个别企业了。什么 ESA 的直播才是一言难尽？那是直播谁？ESA 指的是欧空局的发射的直播，ESA。他那个是比较次，我是做过，就阿里亚纳6火箭首飞的时候，我做了一下，的确是一言难尽。有多少发射合约可接？如果够多 ，SpaceX 也接不完。我觉得这个 SpaceX 接还是能接得完，但是总是不能让它一家独大，还是要有一个机会给其他人。其实也不光是这个，你实际上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是我现在不是在做一些关于介绍太阳系内的这个天体，我正在逐个介绍。现在这个金星、月球、火星、金星，这个都介绍完了。今天好像是放的是木星吧，明天放土星。里面就谈到，就有像比方说我们发射的一些探测器，包括这个，甚至就包括一些像去年发射的那个木卫2探测器啊什么的，它实际上老是推迟，很重要的一点不是探测器没做出来，是你的这个发射能力不够。另一个，明天要发射的这个星舰7飞。带的载荷有传闻已经是这个 Starlink 3了，不是 Starlink 2了。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用这009号发的是 Starlink 2 mini， 2为什么不用这个009发？是因为它重量比较重，马斯克想用星舰来发，结果2还没有真正正式批量化投入使用，星舰还是没出来，结果星舰再发的时候变成 Starlink 3了，所以火箭发射的运载能力还是一个瓶颈。到现在还是，有人说3折翼怎么折都有面儿，什么东西？我也没看明白。3折叠，没看明白，好像说的是手机，应该是手机啊。对于硅谷的初创公司 SpaceX 炸火箭的费用比2-3个月的工程师费用低多了，所以 SpaceX 怕推迟 ，Blue Rain 怕炸火箭。这就是区别，这个我觉得还是没必要这么去算他们的这种成本吧。有星舰在前面打样，贝索斯还敢飞，还敢直播，挺有意义的。是的，这个千万不要怕。对，其他公司也需要其他公司的火箭发射，是的。但是你就像这个什么，原来手机咱们都是进口，后来中国一统天下，现在电动车也基本上一统天下了。看看这个火箭有没有机会，咱们也这个成本优势，这个把它再收拾一下。挺难的，因为火箭这块涉及到基础工业水平的话，可能要远远的，就是说涉及的领域啊，远远的要广于这个，就是电动车还是或者是手机，要远远的广于。然后呢，本身它的那个接触的深度也要远远的深于，而且它有好多是不挣钱的。就比如你这个电机，随便去说啊，就一个伺服电机，我要它最初10秒的是10毫秒的50毫秒的这个外特性曲线，你要给我准确的给我做出来，它的外特性曲线是多少？你说中国能做吗？肯定可以做啊，但是做完之后，有哪些用户会要求到50毫秒？是，那没有的话，那你的这个你要是这个什么的话，要做了的话，你就要付出一大堆成本。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电机企业就选择不做，所以就没有。我去问的时候都没有，因为这事我是已经碰上了嘛。就是刚才火箭老范问我说，这个起诉 B 是
先导还是后导，还是发射的时候导。我说的是最开始的早期的是先导15度，然后起飞的时候再飞。现在是和起飞一起导。实际上这就是因为我上面有好多管路在连接，我那些伺服电机就是要把这些管子都给它拉回来的，所以我就必须非常准确的要求它，必须你给我50毫秒的这个动态特性，你就得给我，为了不和火箭发生碰撞。那这个东西中国就都没有做的电机企业，我去问西门子，西门子说没问题，你要20毫秒的都有。你说我选谁的？是。说马斯克在 Twitter 上已经恭喜了蓝色起源第一次发射的入轨成功。对啊，是成功了呀。而且马斯克对友商这个点气量还是有的。对啊，要表现出自己足够的气量。是。这是什么？只要月球和火星基地慢慢发展起来，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漫长的一个过程。是。火箭才是航天的基础，有火箭那些东西才能够实现实力，至少目前还是。对，美国人就这点好，不怕失败。你看看 NASA 怕不怕？NASA 也怕。对 ，NASA 是花纳税人的钱，他当然怕。马斯克不怕，是因为他花的是自己的钱。贝索斯也是花了自己的钱吧？对。这个回收只差临门一脚了，这个我觉得再等着他下回发呗。对。手机电动车一统天下不假，但是这个它是这样啊，就是当时手机的时候，我们也没想到它会走到这一步。然后当手机出来的时候，大家说电动车有没有可能？所有人也是这样说，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什么汽车怎么可能？这个人家的几百年的这个积累，对吧？我们不可能的。但是现在这个日子就奇奇怪怪就到来了，对吧？下一个可能未必是火箭，但是比如说像 C919这种东西，它有可能把成本降得很低，或者国产化率不断的提升。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就是你在当时看这些事儿都不可能。人矿不是劳动密集，人矿没有成本优势啊，火箭不是劳动密集啊，这个很多事儿真不好说。这个不停友谊商场什么意思？不停有友商进场。那么我们是不是2个多小时差不多就到这里了？今天？我看差不多了吧，我也觉得也比较累了，因为也是嘛，今儿早我也是一大早就起来，我起得比老范还早。然后是。对，然后看到这个，赶紧告诉老范说推迟了。然后本来以为今天没事儿了，结果后来又看到推进剂加注了，所以就赶紧约了老范给大家做直播。对，我是早晨一上午都在问，我说到底发不发？然后这个最后还是发了。对，我是怕一直不敢跟老范最终敲定，就是怕到时候他又发生变化，毕竟割了太多次了。终于这次没割我们，这也算是一个幸运吧。是。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卡尔加厨到最后来了。那行吧，大家别忘了点赞，然后如果没关注我的，麻烦这个去我的频道关注我一下，好吧？我会继续给大家做航天、天文，还有一些和物理方面的视频吧。对，然后我会继续跟大家扯淡的。再见啊。拜拜。